好，我们今天来玩一把丹麦。在视频开始前，我们先看一下粉丝的要求。首先是德国5加强，选择丹麦路线任选：德国重建帝制，意大利基督教民主，匈牙利重建奥匈帝国。早战其他国家是可以的，但是39年7月之前不能对德国开战。点到雪耻1864的国策，击败德意志帝国，统一挪威、冰岛、瑞典、芬兰，宣告北欧统合。我们这边按他说的把这个开局的设置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直接开始游戏。虽然这位粉丝说路线任选啊，但是我发现选不了一点，因为他说要我点这个雪耻1864，也就代表着我们只能走这个右线的国王线啊，只有国王线可以点到这个国策，所以这个路线是必然走国王线了。简单看了一下丹麦的国策，和其他的北欧国家设计的差不多，属于是同一个人设计的。我们前期需要一点小手段，快速政变，变身之后我们再往下点，这边有一些国策可以帮我们获得一些傀儡国。再往下点，我们就能获得一些宣战的国策啊，这几个是完全够我们拿下北欧的，就是不知道这个时间点紧张度控不控得住啊？因为它的要求就是紧张度高于20%才可以点，可能到时候就要被英国保读了。如果被英国保读的话，就很难办了，我们可能就要在这个日德南海域里面埋水雷了。这2片海域能埋下水雷的话，应该也是能登陆一下英国本岛，但是登上岛之后怎么打下英国又是一个麻烦。关于丹麦的其他国策，虽然还是一些蚊子腿国策，但是相比于北欧的其他国家可能稍好一些。我们开局可以先点一个签订国防协定啊，它能直接白嫖一个军工还是挺重要的。然后左边的工业线的话，肯定是选择走工业线的右边啊，这边是能给我们拿到军工的，左边就是纯种地了，这个种出来也是给德国送的，没有必要。简单这么一分析，我们这一局的国策线路就很明了了，最快速度走完这个国王线，然后把下面这几个全部点完。我们如果能把热度控制在20%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下同时宣战北欧3国。这样的话就不会被英国保读了。前期可以先点一个国防协定。开局还是老3样，没什么好说的，我们直接在家里面开始种军工。考虑到我们将来可能需要登陆，所以这个运输船前期肯定是不能停的，而且这个版本运输船是可以卖的，所以造多了也不用怕。关于开局的5个师，如果我们想要经验值的话，可以留1个师下来训练。这个训练方法我就不多讲了，但是呢，我们大概到这个37年年初啊，我们就需要做一个任务，这个任务就是稳固斯堪的纳维亚。它的要求是我们现役兵力至少 75K， 也就代表着我们肯定是要有一定数量部队的。所以说，为了完成它这个任务，我们到时候还得再报一波兵出来。那我们这边就偷懒不训练了，直接挂机。国防协定签好之后，我们不急着征兵啊，赶紧最快速度把国王给他弄出来啊，直接重申中立。我们丹麦可太中立了。好，重申中立点完之后，我们就有这个中立顾问了，农业部长克鲁特巴赫，他给的 buff 还是挺不错的，而且他最主要的就是能给我们加这个中立的支持率啊， 0.1 还是挺多的。只能说啊，这就是我们丹麦的中立顾问啊！你们有这么中立的顾问吗？很快我们又存到了127的政治点，又可以再上一个顾问了。简单看了一圈，丹麦的顾问个个都是神仙啊！相比于北欧其他国家，也算是厉害了许多。我们这边可以先上一个财政部长，他是减消费品加稳定度的。待会儿可以再上一个这个拥护军备重整，我们现在要这个人力没用，之后可能有用。
下面的几个国策都是减民主支持率的，我们是都要点的，因为我们想要让这个国王夺权，得先颠覆政府。颠覆政府的要求是农民党支持率高于40%，或者农民党和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都高于20%。这个呢就需要我们去拉这个黑色的支持度了，但是我不是很想拉黑色的支持度，所以我们直接把农民党给它拉到40%。多的点数我们可以先上一个陆军防御大师啊，它是不会被洗掉的，可以一直用。好，我们最后一个国策，鼓励准军事组织。点完之后，我们这个调色盘就有很多农民党了。但是我们农民党还没有到40%，点不了下一个国策，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来动用一下决议了。自从玩过这个瑞士这个国家之后，我就发现蠢驴特别喜欢玩这个调色盘啊，尤其是这种小国，我实在想不通这个调色盘有什么好玩的。我们现在想要让农民党超过40%，就得让其他的颜色少一点。现在最多的就是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了，那我们来给它查禁一下啊。这个查禁是瞬间让它人间蒸发，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农民党就接近40%了。我们国策有这个10天的存量，所以不着急，可以先让它变一下，等它个10天，它10天之内必然超过40%。我们就可以点这个颠覆政府了，一点时间都不浪费。点完这个颠覆政府之后，我们这个中又立立的顾问就直接去当领导人了，这肯定是不太好的，因为我们要国王来当啊，直接点国王夺权。因为我们是中立政体，肯定是开不了这个战神经济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尽早把这个部分动员打开。虽然这些东西开不开对于我们的总工业来说影响并不大，但是能开就早开。我们的国王夺权点完之后，这个内阁他就自己回去了，而且不用我们再多花钱，毕竟他是我们这个丹麦最中立的农业部长啊。这局因为粉丝要求我们开倒车，所以这个德国和匈牙利都倒车成功了，只不过 AI 的倒车大家懂的都懂啊。关于国王线下面几个国策基本上都没用，甚至说有点搞笑。我们最快速度还是把这个稳固斯堪的纳维亚给点出来，它的要求是要满足3个。首先，战争支持度大于50%，这个很快就能到了。然后兵力，这个需要我们造一点兵。然后就是这个福利和战争的平衡。看来我们需要折腾一小会儿，那就先不着急点了。更改征兵法案要花的这个点数还是非常多的，我们点国策可以白嫖一次，但是也还是要再改一下。所以先不急，我们直接把这个拥护军备重整的内阁给他安排上，他又加战争支持度，又加人口，非常好啊！这个延续宰相大概协定看似能给我们减不少消费品工厂，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小国来说一点用没有。赶紧把这个巩固边防点出来，最主要的还是让它这个平衡往右移啊。丹麦的这个项勋大军还是非常顶啊，他直接给了 2.5% 的适宜人口。我们目前的可用核心人口380万，乘以 5% 的话，怎么样也快有20万了。所以我们不用再点其他额外的国策了，应该是能很轻松凑到这个 7.5 万人。只能说钢四这些加人力的国策都太抠了，点一个国策就给 5K 人啊，5K 在这个欧四里面都不够我1个月损耗的。点完这个加强军官团，我们任务差不多就完成了，现在已经到了 30%， 战争支持率超过 50%， 就差这个人力了。还发现这个要求是多于 30%， 我们达到 30% 还不行啊，那看来我们得再随便点一个啊，加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多余的部队我们就不造了，直接把编制改大一点，这样人力能迅速填进去。关于这个中立问题，我觉得中立宣言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 debuff， 所以我们直接另立中央啊，让别人替我们打工。
创建北约啊，北方安保条约。他这个北方安保条约能拉的人还是挺多的，居然能把这个波兰给拉进来啊！我实在想不通这个波兰和北约有什么关系。这个影响舆论我之前测试了一下，也是影响不了一点，只要我点下去 AI 会立刻反对，导致我这个50点政治点浪费掉了，所以我们不要管它。我们主要是为了下面这个提供庇护啊，这个是有很大概率能直接把 AI 变成我们小弟的。到这边我们就可以通过嘴炮让 AI 变成我们的傀儡了，只需要关系超过50就可以了。但是这个瑞典和挪威好像做不到，因为瑞典和挪威他们不够中立啊，他们都是民主，这就很难办了。不过不着急，只要我们能让这个波罗的海3国变成我们的傀儡的话，我们部队就不愁了，可以让傀儡的兵来帮我们打。我们拉上这么多小弟一起打这个北欧3国还是很容易的。目前不太清楚的就是这个成功率大概是多少，如果没成功的话，我们还是刷一下存档吧。为了多攒一点点数，我们这边就先不点国策了，最快速度把这3家都收为小弟吧。刷新了几次存档，总算是让立陶宛接受了我们的保护啊！还是非常好奇这个代码到底是怎么写的。它这个也不存在尾随机啊，我只要不停的进这个存档，总有一次它会同意啊。这次这个存档就非常的顺利啊，我们连续让这2家都接受了我们的保护啊，那我们就成功傀儡了波罗的海3国了。理论上运气好的人是能够一次性3个全接受保护的，我运气不太好，我第一个立陶宛大概重进了3次存档，3个国家都傀儡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部队全要过来了。这局我并不需要建立波罗的海霸权，所以这3个国家怎么样与我无关啊。可能待会儿会因为他们导致我被苏联打，不过这一局没有德国的话，我们可以放下心来安心单打苏联啊。苏联敢过来找死，那我们就一起把苏联也收下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的兵力就瞬间暴涨了。原来我们只有11个师，现在我们有近40个师。接下来的话，可以继续点这个工业国策，也可以选择把这个冰岛给它整合了。这个也是有概率会不同意啊，所以我们还是最好保存一个存档。这个冰岛早点吃晚点吃其实也没什么说法，因为他给的这些工业啊太少了，即使我们晚吃他也不会多来几个厂，而且很有可能因为我们这个工业不够啊，工业等级太低，导致他这个拿到手的厂直接消失了。这边冰岛也成功接受了我国的整合提案，我突然想起来，这个芬兰我们也是可以提供保护的。我之前没想保护芬兰，主要是觉得我们自己手打可能比较快，毕竟我们要建立这个北欧统合啊。但是想了一下，芬兰打他的话，我们要吃很多 debuff， 那我们不如直接把芬兰给变成小弟，这样会轻松一点。芬兰还是非常识时务的，在我们成功傀儡了波罗的海3国之后，他一点抵抗都没有，我们一次就成功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席卷北欧了，北欧也只剩下最后2家了，他们比较顽固不化，都是民主主义，我们只能手动解决了。随着德皇的归位，这个奥匈也成功恢复了，现在热度还在22%。英国应该还是没办法保足的，我们得赶紧把这个吞并借口给收集到啊！因为芬兰已经被我们给拿到手了，所以只需要再点一个收复挪威就可以了。我们同时宣战2家，英国就来不及保足了。还好这一局没有德国人搞事啊，意大利吃一个阿尔巴尼亚并不足以让这个战争热度涨到25%。好，到了这个38年的1月份，我们总算点完收复挪威了。为了同时获得这2家的宣战借口，我们真的是玩的如履薄冰啊！目前我们手上总共已经有57个师了，自己的部队有11个，主要还是芬兰人打头阵啊。我们这边这个芬兰国策变成了整合丹麦属芬兰，不知道能不能整合啊？我们点一下看看，这边可以同时对这2家宣战。完美的避免了英国人的保毒。这一局我们的学说还是选一个决战吧。
人海的话，我们这个人力实在很难吃得上损耗啊，所以决战可能赚一点点。这边取消部队的训练，我们直接宣战。目前这个海域里面还有瑞典的船，不过他应该开一会儿就要回家了，果然是这样的。那我们部队就成功登陆出去了。当然也可以走哥本哈根这个海峡，但是我觉得有点麻烦啊。这个瑞典居然没有部队守家的，那我们接下来开始手操了。这边直接开一个战神经济，因为这个瑞典靠海的一面比较多，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登陆把瑞典的胜利点全部踩下，这样也能打得更快一点。通过我们的不断登陆，很快就拿下了瑞典。接下来挪威就更轻松了，毕竟它这个是全境接壤的。这边直接全吃啊，毕竟我们待会儿要整合核心的。挪威我们也没什么悬念的就拿下了。接下来就是宣告这个北欧统合了。这个整合芬兰的决议也是做的相当的简单直白，一点都不像这个东方某神秘大国那么难受啊。我们只要100政治点就能瞬间吞并芬兰，还是挺轻松的。小弟的部队全部放回家，我们只留下自己手上的11个师开始训练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做部队了。这一局这个奥匈帝国还是非常成功的，居然把捷克都给吞了。正常的话都是把捷克弄成保护国，那这个奥匈帝国还是可以稍微锤一锤的。不过也就那样，反而是德国不堪一击了。就算给他满加强，我们也是能吊打的，问题不大了。好，到了这个38年的5月份，芬兰应该是点完这个国策啊，又多了2个民工，我们可以直接给他吞了。哦，原来这个还是有时间的。比较搞的一点是我们这局居然还能点这个成立北欧联盟啊，这个国策我觉得是相当强的，
因为它能让点的人拿很多政治点数。不过总的来说，这个国策它还是年纪国策啊，还是得让小弟来点比较爽，所以我们就不管了，直接赶紧把这个科研槽开了吧。到了这个38年的8月份，我们总算可以点北欧统合了。本来以为会很多的，没想到就一点点，而且不知道这个矿区什么时候被瑞典人给炸了，我才发现啊，这个 AI 有点大病吧？为什么要炸矿区啊？我已经麻了，无所谓了，宣告北欧统合吧。这个时间点北欧统合确实有点亏啊，现在工业也不多，而且矿区也被炸了。不过现在也不是我们放松的时候啊，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应对一下苏联的入侵的。即使芬兰消失了，苏联也会染指这个波罗的海地区啊，所以还是得早做打算。先消灭苏联，再来消灭一下这些倒车的国家。思考了一下，我决定还是修一下这个矿区吧，也就15个民工120天。刚刚没注意啊，才发现这个立陶宛居然已经收复了维尔纽斯啊，波兰怎么突然少了一块啊？这个不是德意志帝国吗？并没有前后不侵犯，波兰自己就怂了呀。我还指望波兰先和苏联打一会儿呢。我们这集就先录到这儿吧。看了一下，丹麦想要变成完全体，还需要再点一些工业国策的，不然我们现在 debuff 还是有点重。虽然说丹麦这些 buff 啊都是蚊子腿，但是也仅限于这个小国家。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手握700多 K 人力的大国了啊，加上这些蚊子腿 buff 应该还是非常能打的。